中東的硝煙還沒散去，歐洲的街頭此起彼伏，而在我們腳下的這座島嶼，海峽對岸的軍機與軍艦正用一種前所未有的頻率悄悄地逼近。就在這樣的時刻，一個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聲音越過了大半個太平洋，落在了台灣的名字上。他叫阿索斯·沙洛梅，一個來自巴西的靈媒。西方媒体給了他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稱號，在世的諾斯特拉達姆斯。而這一次，他罕見地把預言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台灣。他說，台灣將要迎來3重考驗，千萬要警惕。與此同時，另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名字又一次出現在了新聞的應驗欄裡。沒錯，就是帕克。年初的時候，當他說出那些關於中國的預言，很多人嗤之以鼻。可是大半年過去，當我們回過頭看，會發現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中國真的出事了。而帕克更拋出了一句讓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涼氣的話：2026年是習近平的宿命之年。這到底是巧合，還是某種我們看不見的劇本正在一頁一頁的翻開？今天我們就把這3條線索一條一條的捋清楚。我們先看看這位巴西靈媒到底是何方神聖，再聽听他口中台灣的3重考驗。最後我們把鏡頭轉向北京，看看帕克筆下那場正在發生的崩裂，究竟把習近平推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把這3條線拼起来，你會看到一幅讓人坐立难安卻又不得不正視的圖景。在我們開始之前，我想先說一句心裡話。我做這期節目不是想嚇唬大家，更不是要散播什麼世界末日的恐慌。恰恰相反，我始終相信，對於一座島，对於生活在這座島上的我們來說，最危險的從來都不是壞消息本身，而是對壞消息的一無所知，是那種把頭埋進沙子裡的盲目樂觀。預言也好，分析也好，它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告訴我們明天會不會塌下來，而在於提醒我們今天就該把家裡的梁柱加固得更結實一些。帶着這份心情，我們再往下看，或許就不會那麼沉重了。先說這位沙洛梅，很多台灣觀眾對他還比較陌生，所以我們花一點時間把他的底細交代清楚。沙洛梅出生在巴西一個叫聖塞巴斯蒂昂的小鎮，是個道道地地的鄉下人，今年39歲。他從小就說自己會看到一些別人看不到的畫面，會做一些後來应驗的夢，這讓他那對虔誠信教的父母憂心忡忡。長大以後，他沒有去走尋常的路，而是一頭扎進了數字命理學、超心理學，還有能量療癒這些玄之又玄的領域。在小鎮上靠着替人做私人占卜為生。如果只是這樣，他不過是巴西鄉間千千萬萬個算命先生中的一個。可是讓他一夜之間紅遍全球的是幾次驚人的命中。他聲稱自己預言了新冠疫情的爆發，預言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2022年的離世，預言了川普的當選，預言了馬斯克收購推特，甚至預言了微軟的衰落。西方的小報於是給他冠上了在世的諾斯特拉達姆斯這個名號，把他和16世紀的占星家諾斯特拉達姆斯，還有保加利亞的盲眼婆婆巴巴萬加，並稱為現代預言界的3巨頭。事實上，沙洛梅對2026年的警告遠遠不止台灣這一處。他預言這一年，非洲那條叫薩赫勒的乾旱地帶，還有遙遠的北極圈，會成為大國代理人戰爭的2個全新戰場。他預言會有一種新的禽流感病毒，在美國的家禽和牲畜之間悄悄蔓延，甚至開始奪走人命。他還預言，歐洲央行會開始測試數位歐元，而這在他看來是一個全新的數位監控時代的開端。你會發現，他的這一連串預言有一個共同的底色，那就是技術、能源和秩序的同時失控。正是在這樣一幅末世感十足的全球版圖裡，他偏偏把台灣單獨拎了出来，鄭重其事地點了名。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的警告格外值得我們打起精神，認真對待。當然，我們也得把話說在前頭，批評他的人並不少。他們說，沙洛梅的預言常常含糊其辭，模棱兩可，用的都是一些誰都能往上套的字眼。等到事情發生了，再回過頭去對號入座，總能找到幾分相似。這在心理學上叫做事後諸葛的偏誤。預言一個高齡96歲的女王會過世，這到底算不算本事，本來就見仁見智。所以對於他的話，我們的態度始終是一樣的，
不盲信，也不全盤否定，把它當成一面鏡子，照一照我們腳下這片土地正在面對的真實處境。聽得懂警示的人，才不會被預言牽着鼻子走。那麼，沙洛梅口中台灣的3重考驗究竟是哪3重？我們一重一重的拆。第一重考驗是一場看不見的戰爭，這是沙洛梅這2年反覆強調的核心預言，他把它叫做無形之戰。他說，下一場世界大戰不會用槍炮的轟鳴和軍隊的開拔來宣告，它會悄無聲息地降臨。他的武器不再是坦克和飛彈，而是被污染的數據，是癱瘓的網絡，是憑空制造出來的混亂。他甚至用了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說法，一個超級大國可以不被摧毀一兵一卒，只要讓他看到一個錯誤的現實，他就垮了。讓敵人看到一個錯誤的現實。各位，當你細細品味這句話，是不是覺得有點熟悉？這幾年我們不就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嗎？真假難辨的深偽影片，鋪天蓋地的帶風向，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可能被人用人工智慧合成出一段以假亂真的講話，騙過千千萬萬的眼睛。沙洛梅警告，這種技術一旦被大規模用在政治宣傳上，足以引爆一場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災難。他說，未來的戰爭不會用宣戰來開場，他會用一次精心策劃的混亂來開場。等你反應過來的時候，仗已經打完了。那麼這場無形之戰跟台灣有什麼關係？關係太大了。我們是全世界網絡最發達的地方之一，可越是發達越是脆弱。我們的金融系統，我們的醫療系統，我們的電力調度，我們和外界聯繫的那幾條海底電纜，全都架在一張看不見的網上。這幾年，海峽周邊那些海底電纜被不明船隻拖斷的新聞，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們，這張網有多麼脆弱。沙洛梅特別點名，未來的攻擊會優先瞄準銀行和醫療這些最要命的基礎設施，還會用電磁脈衝技術，讓大片區域瞬間陷入黑暗。他甚至描繪過一個3天黑暗的場景，當全球的數位和電子設施同時罷工，提款機不能用了，紅綠燈不亮了，醫院的儀器停了，在井然有序的社會，也會在顷刻之間崩塌成一片混亂。更別說他在2026年年初還發出過一個讓人心驚的警告。他說3月12到15日這個窗口期，太陽會拋出強烈的日冕物質，狠狠地砸向地球，可能在許多電力系統脆弱的地區引發大規模停電。他特別強調，跟地緣政治或經濟週期不一樣，太陽風暴是說來就來，毫無預警的。這個窗口我們算是有驚無險地走過來了。可是科學家也確認，眼下正處在這一輪太陽活動最劇烈的高峰期，後面還有沒有更強的爆發，誰也不敢打包票。一座海島，一張並不算寬裕的電網，這根弦我們真的繃得起嗎？這就是台灣要面對的第一重考驗，一場連硝煙都看不見，卻足以讓整座島嶼瞬間失能的戰爭。第二重考驗是一條正在慢慢收緊的能源絞索。要看懂這一重，我們得先看懂沙洛梅畫出的那張地緣政治的棋盤。他說，2026年的這盤棋，美國表面上是在反恐，是在維護秩序，可他真正在下的是衝着支撐中國能源的3根柱子去的。第一根柱子是伊朗，他叫他眼前的獵物；第二根柱子是委內瑞拉，他叫他被吃掉的棋子；第3根柱子是俄羅斯，他叫他休戰的變數。他的邏輯是这樣的，把這3根柱子一根一根抽掉，曾經源源不斷流進北京煉油廠的那些打了折扣的廉價石油就會憑空消失。沒有了便宜的能源，中國這座龐大的工業機器就會慢慢的失去動力，而美國甚至不需要和中國正面開戰，就能達到削弱對手的目的。各位，這套說法聽起來像玄學，可是我們把日曆翻回去看看。2026年2月28日，美國對伊朗發動了代號史詩之怒的軍事行動，對伊朗的核設施和領導層發動了精準打擊。據統計，這場行動美軍打擊的目標超過了13000個，連伊朗的最高領袖都在第一波打擊中喪生。可是耐人尋味的是，這場仗打到現在，美國雖然砸下了海量的彈藥，卻並沒有真正推翻德黑蘭的政權，反而把自己昂貴的防空飛彈消耗掉了一大截。而委內瑞拉那邊，強人馬杜羅一夜之間被捕的戲劇性場面，更是讓全世界都跌破了眼鏡。而這場伊朗戰爭，其實還藏着一個讓台灣不得不警惕的軍事啟示。
美軍這一仗打下來，動用了海量的精確制導武器，可是面對伊朗那些鋪天蓋地又便宜又量大的無人機和飛彈，美國昂貴的防空系統竟然被消耗得捉襟見肘。各位，這個畫面北京一定看在眼裡，記在了心上。因為解放軍如果真要對付美國的航空母艦，它的核心戰術恰恰就是用成群結隊、饱和式的無人機和飛彈去淹沒對手的防禦。伊朗這場仗等於是替北京做了一次代價高昂的實戰預演，把美國防線的軟肋當着全世界的面暴露了出來。一個正在崩裂又急於證明自己的政權，看到對手的破綻被當众撕開，會不會因此產生某種危險的衝動？這是我們在能源絞索之外更要繃緊的一根弦。沙洛梅的這盤棋正在一步一步走成真的。可問題來了，掐住中國的能源喉嚨跟台灣又有什麼關係？答案藏在2個字裡：连帶。台灣是一座能源高度依賴进口的島嶼，我們燒的油，我們燒的天然氣，幾乎全都得從海上一船一船地運來，這個比例高得驚人，逼近 97%。當大國在中東和荷默茲海峽掰手腕，當油輪要經過的那條狹窄航道上隨時可能擦槍走火，第一個感受到油價劇烈波動的，第一個要為能源安全冒冷汗的，就是我們這樣的進口大戶。一條船進不來，影響的可能就是全島的電力。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並不遙遠的場景，荷默茲海峽這條全球石油運輸的咽喉要道，一旦因為衝突而被封鎖，或者只是變得不再安全，國際油價就會像火箭一樣蹿升。對一個能源幾乎全靠進口的島嶼而言，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工廠的成本、運輸的成本、發電的成本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面飆漲，最後一層一層地傳導到我們每一個家庭的賬單上。我們和中東之間隔着千山萬水，可是在能源這條看不見的管線上，我們其實緊緊地拴在了一起。別人在那一頭打仗，我們在這一頭買單。這就是一個能源小國最無奈也最無力的處境。更要命的是，這座島還扛着全世界最重要的晶片供應鏈，全球的手機、電腦、汽車、人工智慧、命脈都記在這座島的幾座工廠上。一旦這條能源的絞索收緊，牽動的就不只是中國的煉油廠，而是台灣的工廠，是全球的科技神經。沙洛梅看到的是大國在能源上的纏鬥，而我們看到的是這場纏鬥的衝擊波正一圈一圈地朝着這座島嶼盪過来。能源、供應鏈、地緣，這3條繩子在台灣的脖子上越擰越緊，這是第2重考驗。第3重考驗是大國對決那個隨時可能被點燃的引爆點。沙洛梅多次警告，美國和中國之間因為南海問題上的緊張不斷升級，極有可能爆發一場正面衝突。而只要其中任何一方先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網絡攻擊，戰火就會被點燃，然後迅速蔓延成一場全球性的災難。在他的版圖裡，亞洲這個過去20年經濟突飛猛進、地緣分量越來越重的地方，在西方眼中始終是一個不穩定的火藥桶。而這個火药桶最敏感的那根引信，毫無疑問就插在台灣海峽上。我們其實不用靠靈媒，光看這大半年的新聞就足夠讓人心驚了。就在2026年5月13到15日，川普飛到北京，和習近平舉行了一場舉世矚目的峰會。會前外界最擔心的是，川普會不會為了一紙漂亮的貿易協議，把台灣當成籌碼給賣了。川普這次還帶上了一大批科技巨頭的老闆，從波音到蘋果，從輝達到高盛，浩浩蕩蕩，看起來是要做幾筆大生意的架勢。結果呢，這場峰會排場做足，紅毯、禮炮，連解放軍軍樂隊都演奏起了川普最愛的那首歌。可實質的成果卻少得可憐。在台灣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任何改變現狀的協議。號稱要買的500架波音飛機，最後縮水到了200架，連波音的股價都應聲下跌。而那筆早在1月就宣布，金額高達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卻被白宮按下了暫停鍵，遲遲不肯簽字。習近平在會上甚至意有所指地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各位別忘了，所謂的統一台灣正是習近平口中民族復興的核心。川普在峰會後接受訪問時說的話更是耐人尋味。他說，
他希望台海維持現狀就好。他還說了一句讓很多台灣人心裡一沉的話，他認為在他任內，對岸大概不會動手，可是等他卸任以後，他覺得他們可能就會動了。而習近平那邊則撂下了一句重話，要川普在台灣問題上格外謹慎，否則雙方就會有摩擦，甚至是衝突。在峰會結束之後，海峽周邊解放軍那些不對外宣布的大規模海上演訓也並沒有停下來，反而成了一種新的常態。這裡頭藏着一個關乎台灣命運最微妙也最殘酷的詞，叫做戰略模糊。幾十年來，美國對台海一直奉行着這套策略，他在法律上承諾會提供台灣防衛性的武器，可是他從來不肯把話說死。一旦對岸真的動手，美國究竟會不會出兵相救？這份模糊過去是為了同時下阻海峽兩邊，不讓任何一方輕舉妄動。可是當川普這樣一個把一切都看成生意的人坐在白宮裡，這份模糊就帶上了一層讓人心裡發毛的味道。那筆遲遲不肯簽字的軍售案，到底是談判桌上的籌碼，還是某種甩鍋的前奏？沒有人能給台灣一個準話，把自己一整座島的身家性命壓在別人一個模糊的態度上，這種滋味恐怕只有我們自己最清楚。各位，這就是沙洛梅口中那個引爆點最真實的寫照。我們就站在這根引信旁邊，一邊是把我們當成籌碼，嘴上說着維持現狀，心裡盤算着自己利益的盟友，一邊是寸步不讓，把這座島看成囊中之物的對手。我們的安全被夾在兩個巨人的博弈之間，這是台灣要面對的最沉重也最無奈的第三重考驗。無形之戰，能源絞索，大國引爆點。一個巴西的靈媒隔着大半個地球，給台灣畫出了這樣三道關卡。你可以說他危言聳聽，可是當我們把他的話和這大半年實實在在發生的事一條一条的對上，那種背後發涼的感覺，恐怕不是輕飄飄一句迷信就能蓋過去的。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沙洛梅給台灣畫的這三重考驗，無形之戰、能源絞索、大國引爆點，他們其實有一個共同的源頭。這三道關卡沒有任何一道是台灣自己惹出來的，他們全都源於這座島嶼之外那場越來越激烈的大國博弈。而在這場博弈裡，分量最重、變數最大也最讓人看不透的一方，就是海峽對岸的那個龐然大物——中國。換句話說，台灣的命運有很大一部分被牢牢地綁在了中國接下來的走向上。中國穩，台海的風險就低一些；中國亂，那把懸在我們頭頂的劍就晃得越厲害。所以，要真正讀懂台灣的這三重考驗，我們就非得搞清楚此刻的中國到底正在經歷着什麼。好，說完了台灣的三重考驗，現在讓我們把鏡頭轉向北京，因為這個故事真正驚悚的地方還在後面。我們要來看看為什麼說中國真的出事了，為什麼說帕克又一次說中了。時間倒回2026年的年初，當時帕克拋出了一連串關於中國的預言，具體得讓人不安。他說他感應到中國即將出現一場看得見的內部撕裂。他描述的畫面是這樣的：工人領不到薪水，債券被凍結無法兌付，銀行的窟窿越來越大，還會發生一場重大的基礎設施災難，可能是一場慘烈的鐵路事故，也可能跟那座龐大的三峽大壩有關。而最讓人毛骨悚然的是接下來這兩句。帕克說會有一名身居高位的高官神秘的消失，或者神秘的死去。他還說他感應到習近平的健康會肉眼可見的惡化，而這一切將會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埋下一顆未來分裂的種子。當時聽到這些話的人大多是搖搖頭，覺得這位老先生又在故弄玄虛。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看起來鐵板一塊的大國，怎麼可能說裂就裂？可是各位，我們現在站在2026年的6月，回過頭去看年初的這些話，會發現一個讓人發毛的事實：現實比預言還要魔幻。我们先說那場內部撕裂，這大半年來發生在中國軍隊高層的事，用驚天動地來形容都不算誇張。2026年1月24日，中國國防部突然宣布，軍隊裡最高級別的2位將領，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還有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因為所謂嚴重違紀違法，
雙雙被立案調查。各位，這兩個名字的分量，外人可能感受不到，我得幫大家掂量掂量。張又俠是誰？他不是一般人，他是習近平的多年摯友，兩家的父輩就是世交，他是整個軍中唯一一位真正打過仗的最高級別將領，當年參加過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更要命的是，他是所謂紅二代，也就是革命元老后代这個權力集團在軍隊裡的精神領袖。連這樣一個被所有人認為是動不了、碰不得的人，都被習近平一把拉下了馬。這傳遞出的信號冰冷而清晰，在今天的中國，就算是幾十年的私人交情，也保不住一個人的政治性命。關於張又俠的倒台，外界其實還流傳着一個更驚悚的版本。有西方媒體報道，他之所以被拿下，是因為涉嫌向境外的情報機構泄露了中國核武計劃的機密。當然，這個說法北京從未證實，真相究竟如何，恐怕要塵封很多年才有機會見光。可是這種傳言本身能夠流出來，就足以說明北京高層那種草木皆兵、互相猜忌的氛圍已經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地步。而更深一層的問題是軍心。當那些曾經為習近平立過汗馬功勞，甚至在他最危急的時刻替他撐過場的將領，最後一個個都落得個被棄如敝屣的下場，剩下的那些軍官們心裡會怎麼想？絕對的服從換不來絕對的安全，那麼消極怠工、陽奉陰違、明哲保身就成了最理性的選擇。一支離心離德、人人自危的軍隊，恰恰是最不可預測也最危險的一支軍隊。而這還只是冰山一角。根據國際智庫的統計，從2022年到現在，被清洗掉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已經超過了100人。原本由7人組成的中央軍委被一個一個的拿掉，到最後竟然只剩下習近平本人和負責反腐的張生民，兩個人還孤零零地站在台上。前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前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一個接一個的倒下。一個國家最高的軍事決策機構被掏空成了這個樣子，這在現代史上是聞所未聞的。到了2026年2月26日，就在1年1度的兩會召開前夕，中國那個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構一口氣撤掉了19名代表，其中9名是軍人，5名是现役上將，連前陸軍司令李喬明這樣一位曾被認為能征善戰的人物，都在沒有任何預告的情況下被悄無聲息地拿掉了。那一年的兩會被海外觀察家形容為一場陰沉的聚會，會場裡每一個空着的座位背後都是一個被摧毀的仕途，一筆被清算的派系恩怨。再到5月8日，兩位前國防部長魏鳳和與李尚福被以受賄的罪名雙雙判處了死緩。要知道，魏鳳和當年可是火箭軍的第一任司令，掌管着中國的核飛彈和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連這樣的人都倒了。各位，你有沒有試着把這些名字和這些時間按順序在腦海裡排一遍？那種感覺是會讓人頭暈目眩的。從年初的軍委副主席到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再到陸軍的司令，一路數到2任前國防部長，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裡，一個又一個位高權重的名字就像被推倒的骨牌一樣，一塊接着一塊地往下倒。這已經不是什麼零星的反腐，不是在打幾隻蒼蠅，這是一場傷筋動骨的大手術。一支軍隊真正的中樞神經，那些負責指揮、負責調動、負責在最關鍵時刻拍板的人，正在被成批成批的抽走，而剩下來頂替上去的，很多都是資歷尚淺、威望不足的代理人。他們或許忠誠，或許聽話，可是在真正的驚濤駭浪面前，他們鎮得住場子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連習近平自己心裡都沒有底。帕克說會有高官神秘的消失或死去，現實是一整串的高官正在以一種我們難以想象的方式從權力的舞台上接連消失。帕克說會有一场看得見的內部撕裂，現實是這場軍中的大清洗被海外的分析家形容為一列開向自我毀滅的列車，甚至有人說，當槍桿子不再可靠，當筆桿子也成了階下囚，當習近平和紅二代這個集團徹底決裂，這場內戰可能就是中共政權走向最終瓦解的開端。再說那場經濟的崩裂，帕克說工人領不到薪水，債券被凍結，而現實中的中國經濟
正深陷在一個被全球頂尖機構列為年度頭號風險之一的通縮陷阱裡。房價已經連續下跌了4年半，這種規模的家庭財富蒸發被拿來和美國2008年的那場金融海嘯相提並論，而且不但沒有止住，還在加速。消費信心、民間投資、國內需求全線下滑，地方政府連那些本該用來修橋鋪路、拉動經濟的專項債都被拿去填補那些藏在水面下的隱形債務窟窿了。年初美國發動的那場對伊朗的戰爭，更是給本就虛弱的中國工業又補上了一刀。不止如此，帕克在年初還預言過，2026年的春天會出現一場人工智慧泡沫的破裂，科技股會經歷一次劇烈的全球性回調，而領頭的那個加密貨幣甚至可能暴跌 70%。這些關於全球市場深層裂痕的警告，一旦和中國自身那個越陷越深的經濟困境疊加在一起，就讓2026年的这盤經濟棋下的格外驚險。一邊是外部市場的劇烈震盪，一邊是內部需求的全面萎縮。中國這座龐大的經濟機器正在被兩股力量同時往下拽。你看，帕克在年初畫出的那幅崩裂的草圖，工人、債券、內部撕裂、高官消失，這大半年來竟然被現實一筆一筆地描成了清清楚楚的實現。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站在2026年的這個夏天回望，會由衷地說出那句話，中國真的出事了。而帕克又一次說中了。那麼現在我們可以來談談今天最核心的那句話了。帕克為什麼說2026年是習近平的宿命之年？宿命這2個字分量很重，他的意思是，這不是一次可以靠手腕化解的偶然危機，而是一個系統走到了某個無法回避也無法回頭的關口。我們先看一個最關鍵的問題，這場史無前例的軍中大清洗到底意味着什麼？這恰恰是帕克，也是全世界所有觀察家最困惑也最不安的地方。帕克反覆在問一個問題，習近平這麼大刀闊斧地清洗自己的軍隊，究竟是因為他足夠強大，正在從容地清除一切潛在的威脅，還是恰恰相反，是因為他本人正在露出虛弱的破绽，正在一點一點地失去對局面的控制，所以才不得不靠不斷地砍人來尋求安全感。其實，習近平今天對軍隊做的這一切，在中共自己的歷史裡是有跡可循的。我們不妨把時間的鏡頭拉得長一點，當年的毛澤東正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整風和清洗，才把整個黨和整支軍隊牢牢地攥在了自己一個人的手裡。1989年那场風波之後，中共更是把一條鐵律深深地刻進了骨子裡，槍桿子必須無條件地聽黨指揮，說得更直白一點，是聽最高領袖一個人指揮。所以在中國，軍隊從來都不是一支屬於國家的軍隊，它是黨的武裝，是領袖手裡的一把刀。理解了這一層，我們就能讀懂習近平那份恐懼到底從何而來。一個把所有權力都集於一身的人，他內心深處最怕的，恰恰就是那個他賴以維持權力的工具，也就是這把刀會不會在某個他最意想不到的時刻，反手調轉刀鋒，對準他自己。歷史一再的證明，越是看起來強大的個人獨裁，內心深處往往越是被這種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所啃噬。而為了壓住這份不安，他能做的就只有用更深的控制、更狠的清洗，去填補那個其實永遠也填不滿的窟窿。這就是宿命這2個字最殘酷的內核。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帕克的直覺指向了一個極其危險的邏輯。他提醒我們，當一個權力結構變得不穩定的時候，那些被火線提拔上來的新軍方人物往往急於證明自己，急於留下一筆歷史功績。在這種急功近利的氛圍裡，制造一個外部的敵人，打一場仗，就成了轉移內部矛盾、凝聚人心最直接也最危險的辦法。而在這套邏輯之下，台灣就是那個最危險、最容易被選中的出口。這不是帕克一個人的胡思亂想，連最嚴肅的戰略智庫都提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警告。他們的分析是這樣的：如果軍委裡那些被清洗掉的老將，當初是因為對習近平定下的2027年的軍事準備目標提出了一些現實的潑冷水的質疑，因而失去了信任，被一鍋端掉，那麼接下來被提拔上來的那批新軍官
就只會學會一件事：網上報喜不報憂，把所有壞消息都過濾掉。其結果是什麼？是習近平會被一層一層好聽的話，一層一層虛假的捷報包圍起來，對自己軍隊的真實實力產生一種致命的、不切實際的盲目自信。各位，這才是這整件事裡真正讓人脊背發涼的地方。一個越來越聽不到真話的領導人，一支被掏空了實戰經驗的軍隊，一個正在通縮泥潭裡越陷越深的經濟，再加上一個隨時可以被拿來轉移國內焦點的台灣，當這幾股力量擰在一起，宿命之年這4個字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咒語了。他說的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正在同時面對經濟、政治和權力的3重崩塌，而一個面對內部崩塌的強人，他最本能也最危險的反應，往往就是向外去尋找一個敵人。對台灣來說，這裡有一個我們必須想透徹的道理：一個強大而穩定的鄰居固然是個壓力，可是一個正在劇烈崩裂、內部矛盾瀕臨失控的鄰居反而可能更加可怕。因為穩定的強人會精打細算成本與收益，會掂量一場戰爭到底值不值得。可是一個被逼到牆角，眼看着內部就要按不住的強人，他手裡的那把算盤往往就不再是理性的了。對他来說，一场对外的戰爭，哪怕勝算渺茫，也可能比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政權從內部崩塌要來得更可以接受。翻開歷史，太多的對外冒險，根子其實都不在外面，而在裡面。所以，海峽對岸那場我們起初以為與己無關的權力崩裂，恰恰可能是一把懸在台灣頭頂上最鋒利的劍。納帕克對時間點有沒有更具體的說法？有的，他引用了來自印度的纳古納迪預言。這部寫在棕櫚葉上，據說已經流傳了2000年的古老占卜，給出的判斷是對台灣動手，在2026年之內的可能性還不算大，可是這個風險會在2027年前後急劇的陡峭地升高。2027年，各位，這個年份恰恰也是中國21大召開，習近平極可能尋求他第4個任期的關鍵政治節點。預言裡的風險之年和現實裡的權力節點竟然不偏不倚地重疊在了一起，這到底是巧合，還是某種我們不願意承認卻又無法回避的規律？講到這裡，有一件事我覺得特別值得我們停下來好好的想一想。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今天我們聊的這2位預言家沙洛梅和帕克，他們的出身，他們的方法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巴西的靈媒，靠的是數字命理和所謂的能量感應；一個是英國的通靈者，靠的是来自印度寫在棕櫚葉上的古老纳古納迪。他們一個在南半球，一個在北半球，彼此之間八竿子打不着，甚至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可是奇怪的事情就在這裡，當他們各自望向2026年之後的那個世界，他們的目光竟然不約而同地落在了同一個點上，那就是中國與台灣這個火藥桶，那就是亞洲這片土地上空那團越聚越濃的戰爭陰雲。當2個用着完全不同方法的人得出了同一個結論，這件事該怎麼解讀？相信的人會說，這恰恰說明背後有某種真實的趨勢，被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同時捕捉到了。而懷疑的人則會說，這不過是因為今天全世界的目光本來就都聚焦在台海，任何一個想博取關注的預言家自然都會往这個最熱的點上靠。這2種解讀我都尊重，也覺得都有道理。但是無論你信的是哪一種，有一個冷冰冰的事實是我們繞不過去的，那就是連這些靠直覺和感應吃飯的人都看得出來，台海這盤棋已經被擺到了一個最凶險的位置上。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於此，這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危險。不過講到這裡，我必須要把另一面也老老實實地攤開來給大家看，因為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從來不是只挑那些說中了的講，那叫報喜不報憂，那叫帶風向。真正的對仗是把帕克沒說中的，把那些還沒應驗的也一併端到桌面上，讓大家自己判斷。帕克最大也最可怕的那個預言，其實是一場由台灣引爆的，把中國、美國、俄羅斯全都捲進去的世界大戰。這個最壞的劇本到今天謝天謝地並沒有發生，我們依然平安地站在這座島上，
依然能在周末和家人吃一頓熱飯，依然過着我們尋常而珍貴的日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們最該慶幸的一件事。一個預言家最大的成就，或許從來都不是讓他那個最可怕的預言精準地成真，而恰恰是這些預言被大聲喊出來以後，讓更多的人警醒，讓更多的力量去防範，最終讓那個最壞的結局沒有降臨。一個說錯了的末日預言，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天大的好事。而且帕克手裡還握着一個尚未兌現的預言，他在2015年的那本書裡寫過，2026年的8月，日本的上空可能会出現一團巨大的、致命的毒气云。這個時間點就在我們眼前，還沒有到，它會不會應驗，沒有人知道。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先記下來，到了那個時候，再回過頭來認認真真的對一次賬。我之所以要特別強調這些沒有應驗或者還沒應驗的部分，是因為這正是我們在理解預言的時候最容易走偏的地方。很多人一聽到預言，就以為那是板上釘釘、無法更改的命運，於是要麼陷入深深的恐懼，要麼索性兩手一攤，破罐子破摔。可是真正懂行的預言家，包括帕克自己，反而是最反对這種宿命論的。在那古納迪的古老智慧裡，未來從來都不是一條已經畫死的單行道，它更像是一片充滿可能的原野。而我們今天的每一個念頭、每一個選擇、每一份努力，都在悄悄地改寫着前方那條路的走向。這就引出了帕克自己反復強調的，也是這整期節目我最想留給大家的一句話。他說，那古納迪的教導裡有一條最重要的精神，未來是可以被改變的。他說，他之所以願意把這些沉重的让人喘不過氣的預言公之於眾，絕對不是為了散播恐懼，恰恰相反，是為了喚起更多的人，用積極的念頭，用真誠的祈禱，用善的願望，去一點一點地減輕那個壞結局的衝擊力。各位，這一點我深以為然。預言不是一紙判決書，它更像是一份天氣預報。預報說明天有暴雨，它的意義不是要我們躺在家裡認命地等着被淋成落湯雞，而是提醒我們出門的時候記得帶上一把傘。那麼對我們這些住在台灣的普通人來說，這把傘到底是什麼？它不是要你囤積罐頭，躲進地窖，把每一天都過得草木皆兵。它其實是一種更踏實也更從容的東西。它是當你在看到一段聳动影片的時候，願意多停下3秒，先問一句這是真的嗎？而不是想都不想就順手轉發出去。它是當有人拼命想用恐懼和仇恨把整個社会往某一個方向硬拉的時候，你還能守住自己心裡的那份清醒和判斷。它是在平平常常的日子裡，對家裡的水電儲備，對身邊的鄰里街坊多那麼一分了解，多那麼一分準備。它更是一種心態，一種明明知道風雨隨時可能會來，卻不因此就慌了手腳，亂了方寸的篤定。說到底，真正的安全感從來都不是來自相信壞事絕對不會發生，而是來自相信，哪怕那一天真的來了，我們也一定扛得住。所以，當我們把今天這3條線索一條一條地捋到最後，沙洛梅給台灣的那3重考驗，中國正在發生的那場驚天動地的崩裂，還有帕克口中習近平那個沉重的宿命之年，把它們拼在一起，到底是要告訴我们什麼？我想，他要告訴我們的，從頭到尾都不是2個字：認命。無形之戰也好，能源絞索也好，大國的引爆點也好，這些考驗是真實存在的，我們不該假裝看不見，把頭埋進沙子裡。海峽對岸那個正在經歷劇烈崩裂的鄰居，那個越來越聽不到真話，越來越可能鋌而走險的權力中心，是真實存在的。我們更不該心存僥倖，覺得歲月會永遠靜好。可是，也正因為這些都是真實的，我們才更要把眼睛擦得雪亮，把腦子放得清醒。說到底，這3重考驗聽起來離我們很遠，又其實離我們很近。它可能是有那麼一天，你發現電費和油價又悄悄地漲了一截。它可能是你滑着手機的時候，越來越分不清眼前這段聳動的影片到底是真的，還是有人故意餵給你的假象。它也可能只是一種模模糊糊的不安，一種覺得日子好像沒有以前那麼穩當的感覺。這些
就是大時代的風雨落在我們每一個普通人身上最真實的樣子。我們無法阻止風雨的到來，但我們可以決定自己究竟要做風雨裡那株一吹就彎，一彎就折的草，還是那棵根扎得更深，反而越吹越穩的樹。一個會被幾句預言就嚇倒，就自亂陣腳的社會是脆弱的，可是一個能讀懂預言背後那層警示，然後變得更團結、更警覺、更有準備的社會，才是真正堅韌、真正打不垮的。沙洛梅看到了風暴，帕克看到了崩裂，可是這場風暴會不會真的掀翻這座島？那些崩裂的碎片會不會真的砸到我們頭上？最終的答案從來都不寫在那些古老的棕榈葉上，也不藏在那些水晶球裡，它就握在我們這2300万人自己的手裡。2026年，這個被稱為習近平宿命之年的夏天，我們正站在歷史的一個轉角上，前路有風，有雨，甚至可能有雷，但只要我們手裡的那把傘還在，只要我們心裡那份清醒和那份團結還在，再大的考驗我們也接得住，也扛得過。我常常在想，我們這一代台灣人是被歷史放在了一個很特別的位置上。我們腳下這座小小的島，因為一場晶片的革命，因為一道地緣的裂縫，意外地站到了整個世界舞台的正中央。全世界的目光，大國的算計，連地球另一端預言家的警告，都朝着我們匯聚過來。這份重量當然沉，可是換一個角度想，能站在風暴的最中心，這件事本身就說明我們手裡握着的東西比我們自己以為的要重要的太多太多。一個被全世界需要的地方，從來不會被世界輕易的拋棄。看清楚自己的分量，守好自己手裡的那副牌，把日子過得踏踏實實，把人心凝聚得緊緊的，這或許就是我們面對這一切最好也最有力的答案。